不过我也得提醒你一件事儿，这个家你怎么管都可以，我的事儿你可别瞎管，因为我脾气也不大好，咱俩别伤了和气。回来，新婚之夜还想去逛窑子？卢哥，有人上山来了。嗯，准备行动。弟兄们，冲！把你们手里东西放下！我们哈尼人只想度过饥荒，不想伤人的命。Non mais pour qui il se prend? Le Robin des Bois version chinoise? 你错了，你们的饥荒跟法兰西没有什么关系。Fusillez-le! 啊！给我杀！龙哥，他们好像有魔法。啊！哈尼人撤！Oh nom de Dieu! 快撤！走！准备祭祀！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我！救命啊！你们不能杀我！你们不能杀我！我要回国！你们不能杀我！我没有罪，我只来中国修铁路的，我是来带给你们工业的文明，给你们带出原始的社会，你们明白吗？你们不能杀我，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不能杀我！救命啊！你们不能杀我！救命啊！救命啊！你们要干什么？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救命啊！救命啊！啊！慢！大哥，你不能杀他，杀他是为了给你提血，那也不能杀他呀！不杀他，为什么？我已经打听过了，杀死我们武士的法国人用的烧火棍、旧枪，在蛮号有卖。我们要是有了枪，就不再怕法国人了。这是个好主意。我要带上这个旅客，让他带我找法国人买枪。你就不怕他跑吗？他跑？你要敢跑，我就让哈尼人的毒箭送你回老家。啊！不用，龙飞不用，放心，我可以带你去找法国人，好吗？我带你去找法国人，我带他去买枪，啊！放心，我跑不了。啊！放开我吧。我真遗憾，我们的人杀了你们的武士。我真的不希望看见西方人和东方人互相残杀。知道我为什么松开你吗？因为我相信你会守信用，不会加害我们哈尼人。我也相信你，你们买了那么多来福枪，
是为了自卫吧？不是为了杀一些无辜的人吧？我们只杀那些欺负我们的魔鬼。就是这儿。Bonjour. Je suis Olivier Bess, je suis de l'armée française, je suis venu pour le soleil. Enfin. N'ayez pas de gestes brusques. Leur lance a du poison, ça pourrait nous mettre en danger. Ne vous inquiétez pas, on a déjà prévu un échange, ce sera prévu sur Monzeux. D'accord. Mais n'ayez pas de gestes brusques là. Leur lance en poison, ça fait mal. 你们俩在说什么？他说枪在门字城，你可以去拿，他保证安全。门字城？对。你不会骗我吧？龙飞，我怎么能骗你啊？好吧。拿去吧，你这些法国羊皮。谢谢，谢谢，谢谢。你看，我们法国人是守信用的。我们也守信用。你自由了啊？真的吗？我自由了？还不快走！谢谢龙大哥，谢谢。这东西怎么用？想吹吗？Ne tirez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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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s m'ont rentré! Ne cessez feu! 你们不要追呀！快给我追！不要追呀！啊！不要追呀！这位杨大人，你说什么？我说让他们回来，不要追呀！啊！别追了 Luc! Anne! C'est toi Anne, ça me fait plaisir. Ah, Monsieur Luc. Félicien. Comment allez-vous? Ah, ça me fait plaisir de vous voir, Félicien. Moi aussi, ça me fait plaisir. Oh, mais ça faisait longtemps. Allez, je crois bien que c'est l'occasion d'aller boire une bonne bouteille de vin, hein? Qu'est-ce que vous en pensez? Volontiers. « 我说，刚才道台大人的亲戚来说媒，你呀，必须要应下来，一定要娶这个姑娘，要以刘家的大爷为重啊，爹。我要是不同意呢？爹已经是风烛残年了，你赶快成亲吧，也好让爹放下这颗心啊！你让我再考虑考虑。这个姑娘不错，念过书，会理家呀，就是爹。对于他爹提的这门亲事，刘默沙是毫无兴趣。
这么多年来，上门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儿，他都没动过娶亲的念头。在他心里，没人能代替我太奶奶陈露儿。那块手帕，早已成了他的精神寄托。这不就是曾经考上进士的程华强吗？现在什么都不是，混到这一步可怜了。前几天还游了街，我可不找他写文书，不吉利啊。刘公子，陈公子，我可是费尽心思把你从县衙救出来的，你怎么做起这个来啊？我做这个又怎么了？君子安贫乐道嘛。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可你知道吗？你是咱们蒙自城学问最大的读书人，你怎么落到街头卖字？你要记住，你是读书人。刘公子，前2天承蒙您出手相救，我才得以洗雪冤屈。我和那人对您的高情厚谊难以忘怀。这些都是区区小事儿，不足挂齿的。可你现在，你这，白灿，哎，少爷，你们都给我听着。是。程公子在此摆摊卖字，以后咱们刘家凡是要动笔墨的玩意儿，一定来此讨程公子的墨宝，知道吗？是。你别看程公子现在不得志，有朝一日实现了他的青云之志，那出将入相都是有可能的。那个时候，程公子的墨宝就一定值钱了。哎，是少爷，白灿一定记着照顾程公子的生意。混账，怎么能说照顾呢？是来讨人家的墨宝啊，知道吗？是。程公子是咱们蒙自城学问最大的读书人，这当初要是中了状元，那写的奏折直接就拿给皇上看的，对不对？咱们能让人家写东西，那是咱们的荣幸。是。那还不快把润笔钱给程公子递上去？哎，是。先谢谢程公子。哎，程公子，刘府管家白灿在这里先谢过程公子了，以后少不了要请程公子指教。这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程公子笑纳。这不行，我绝对不能收，无功不受禄嘛。刘公子您的心意，我心里领了，但是这钱我绝对不能收。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们以后再来请教程公子。随时恭候，随时恭候。刘公子，多谢啊！回来了，来。累了吧？喝完野菜汤去检查吧。来，尝尝，这是我摘的野菜，味道怎么样？生意不好做吧？没关系，万事开头难。露儿，你首饰呢？是当了。除了这件儿，我娘留下的东西只剩下这一件了，我没舍得。
面对如此喜庆的场面，刘抹沙笑了出来。他知道他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输给了一个他百般瞧不起的书呆子。像刘抹沙这样的人怎么能认输呢？他是在等待机会。老爷怎么样了？老爷还在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办完喜事？大概少爷，老爷，他快不行了。爹，抹沙，快让亲娘子来拜堂，快！老话说，富不过三代，我就不相信这个，所以我就千挑万选的给你定了这门亲事。你就是1000个不愿意，你也要善待新娘子啊，她能帮助你理好这个家呀。你和程华强不要再斗下去了。爹，要是你爹没有看走眼的话，程华强会比你有出息。你要和他斗下去，你们会2败俱伤的。少爷，新娘子她到了。爹，你别急，我这就和新娘拜堂。快，扶老爷到大堂。少爷，您赶紧走吧，这儿有我呢，我照顾老爷。快点，您先过去。刘老爷在儿子的大婚上病故，不知情的人们还在欢天喜地的庆祝，这让本已心情不佳的刘抹沙对我太爷爷更加怀恨在心。他隐瞒了实情，为了所谓的吉利和圆满，安排管家故作欢喜地完成着他的婚事。大家听着，今天是我们少爷的大喜日子，我们少爷给大家赏钱了。
抱歉，夫人，让你久等了。我爹走的不是时候，我是喜事丧事一块儿办了，弄得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听说你模样长得不怎么样，脾气也不怎么样，娘家势力大，我还惹不起。我爹跟我说的这门亲事，我又不能不答应，我就奇怪了，你到底看上我们家什么了？嗯，看上我什么了？不过我听我爹说了，你别的本事没有，就会旺夫发家，这就好。这个宅子你就先管起来吧。回头我让管家把账本拿给你瞧瞧，咱们城里的几处生意、各旧的矿产，还有这个大宅子，你就先管起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刘家的管家婆了。好啊，这个家的确是不能再让姓刘的管下去了。哼，那就要看你管得怎么样了。不过我也得提醒你一件事儿。这个家你怎么管都可以，我的事儿你可别瞎管，因为我脾气也不大好。咱俩别伤了和气。回来，新婚之夜还想去逛窑子，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我没说我去逛窑子。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从今往后啊，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你经常去的那几处窑子我都知道，而且我也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他们要是再敢接待你，我就让他们连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还有你那个相好的，叫什么小桃红吧？你把他怎么了？还挺心疼他。你放心，我没把他怎么样，我只是让他相信了，他要是再敢接待你呀，我就让他那个小脸蛋儿比我还难看。你怎么了？你也相信了？相信就好，只要你真心真意的跟我过日子，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因为你是我的夫君啊。我爹给我找了个母夜叉呀。我听说你从小胆子就很大，可是为什么今天的胆子这么小啊？连我的盖头都不敢接呀。你要是再不接的话，我可就接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哎，别，我接，好吧？你就真是个母夜叉，我也不怕。怎么了？吓着你了？我娘生下我时，看见这块胎记，她整整哭了3天3夜。可是我并不觉得难看，正是因为这块胎记，使我跟其他的女人完全不一样。再说了，家有丑妻，人生易保啊。我除了这儿难看，其他的地方还是挺好看的。不是吗？怎么了？母夜叉又吓着你了？只要你把母夜叉哄得高兴了，你什么心都不用操，要什么就有什么。嗯。
看看你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走，跟我回去吧。爹，那华强呢？当然是一起回去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他第一口给我认个错。爹，您为什么非要让华强跟您认错呢？怎么着？你还是认为他没有错吗？不是，爹，我不知道劝过他多少次了，可他总是说他没错，错的是朝廷，是你。什么？不是，他不是说您错了，他是说他早就想跟您认错了，只是他知道，只要他没考中进士，您就不会原谅他。要是没考上，我也不会难为他。他是把到了手的进士给我扔了，我能不生气吗？爹，华强他志向远大，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你就不觉得他是天下少有的大丈夫吗？屁话！我看他才是粪土呢，他是天下少有的大傻瓜。我没休了他，是看在你和他爹的份上。你告诉他，他要是不给我低头认错，他这一辈子也别想登我的家门。爹，我替他向他认错还不行吗？不行，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凭什么这么硬？爹，华强，爹，哼，华强，快，爹亲自来看我们了，快给他认个错，快，我们好回家。认什么错？你就说你不该太任性，把到了手的功名给丢了，伤了爹的心，快说。说呀。爹，我没错，错的是朝廷。天底下，我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丈夫？你呀，为了维持生计，我太爷爷跟往常一样在街上代写文书和卖字。不想，竟见到了久别3年的蒙姑娘。这3年里，他无数次地想象着见到蒙姑娘的欢喜，可这一刻的到来，却让他心酸和难过。子慧，你认识他吗？走吧。好。同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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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征。
阮离，会不会是法国人发现了这儿？他得知情报马上转移了，所以没有来得及拿东西，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你呢。不会，他每次走都是这样，从来不会跟我说，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阮离，你怎么了？我一来他就走，他这是故意的，躲着我。不是这样子的。你大老远的赶过来，还冒着生命危险，你相信我，不是的啊。阮离，在他看来，我为他冒多大的风险，吃多少的苦，他都是无所谓的。也许范陀中认为，夫妻之间就是应该同甘共苦呢。阮离，他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妻子放在心上，他早就嫌我是个累赘了。阮离，你不要这么想。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老听说他提到你的名字，他一直都很牵挂你的，啊。哎呀，好了，夫人，我不嫌你丑，谁敢说你丑啊？啊，这一道是你的记号，你要弄没了，我还挺不习惯的。少跟我在这儿饶舌，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我又怎么了？这些日子我可是没踏进青楼半步，你应该知道的。你在那儿不是都有眼线吗？哼。虽然没去逛窑子，可是你这心里头是不是一直在骂我是个大醋坛子呀？哎呀，天地良心，我知道夫人全是为我好，我怎么会那么不知好歹呢？就算是没骂我，你这心里头是不是还想着别人啊？谁呀？哎，你是说小桃红啊？那不就是一只野鸡吗？我现在家里啊都有凤凰啊！说好听的也不能蒙混过关。我说的是谁，你应该知道。哎，夫人，除了小桃红，可没有任何人啊。滇南一枝花。什么？一枝花，滇南一枝花。全蒙自的人都知道，你不知道。你越装糊涂啊，越说明你这心里头有鬼。当年你没娶到她，你耍酒疯，在人家婚礼上你跟她男人叫板，整治她男人去游街呢。结果你看见她陪着她男人游街，你又心疼了，又赶紧把人家给放。你以为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傻了吧？那个时候不是年轻吗？你现在也不老啊，要不怎么说一整治陈鼎德你就那么开心呢？我就是想把他们家矿拿回来。你对矿有那么伤心吗？你是不是想拆散人家小两口，好再把那一枝花给娶回来呀？你什么意思啊？啊？找程华江写状子不是你的主意吗？对，是我的主意。可是我没让你出头啊，你干嘛非要出这个头？我就是想看程华强的笑话。怎么了？啊？
我就是要看我找程华强写一张告他老丈人的状子，他到底写还是不写？这事儿你最好别出面，你要出面了的话，他就未必写了。还是让我弟弟去，他不认识我弟弟，该怎么跟他说，我都跟他交代清楚了。所以这个热闹，你最好别去看。我这也是为了你好，你不是还惦记着那一枝花吗？挑唆他男人跟他爹干仗，这事儿要是跟你有关，他能不恨你吗？夫人真是足智多谋啊！你的心眼儿比诸葛亮还多。怎么，是母夜叉了？哪是母夜叉呀？我要让你当儿的妈。什么？你要告的人是陈大西？就是陈鼎德吗？怎么，这个人很不好惹吗？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怎么会？难道先生认识这个陈大西？哦，不瞒你说，我是他的女婿。啊？哎，你怎么了？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竟然找女婿写状子告他老丈人，我这不是天底下第一大傻瓜吗？我走。哎，你等等，你等等，哎，你等等，你别这么说好吗？如果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的话，你要告他就尽管去告了。如果你还相信我，我也可以给你写这份状子。但是官司谁赢谁输，那就是老天爷是最公平的，明白吗？你真的愿意帮我这个忙？你放心，我会按你说的把状子全都写好的。啊，他如果真的霸占了你的草皮花，那县衙自会受理，是非自有公断了。哎呀，先生要是做了官儿，一定是个青天大老爷。哎，请。你疯了！你要帮着人家去告我爹？不是，我不是帮人家告，我是帮人家写了一张状子。那还不都一样吗？要是让我爹知道了，我根本就没想瞒着他，我这就去告诉他，我也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你要去跟他说？你就不怕他窝心，一脚把你踢出来？不会吧？程华强，我知道你呆，你傻，可是天底下有你这么缺心眼的人吗？我爹他本来就不让你登家门，正是任你的气呢。你说你不想想办法让他老人家消消气，你真是气死我了。哎呀，好了，洛儿，别着急啊，别生气。你想想，爹要是清白的话，那他不怕人告，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对不对？他如果是真霸占了别人的矿了，那是非自有公断，该还给人家那就得还给人家。你说什么呢？爹他是这样的人吗？哎呀，我没说他是那样的人。你帮人家写状子，就证明你相信人家的话。我是给他写了状子了，可是这不能证明我就信了他的话了。是人家要告你爹，不是我。人家要告谁，那是人家的自由。哦，我不能因为说我是他的女婿，我就偏袒自己的老丈人，拦着人家不让人家告了。谁让你拦着他？你拦得住吗你？你不帮他写不就行了吗？你非得挣这份钱吗你？我哪是为了钱呢？我要不写，
别人也会写，这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是不一样。别人要写了，咱们都不知道人家要告的是什么；我写了，咱们知道人家要告的是什么，对不对？爹也可以早点知道吧。如果是诬告的话，那他还可以早点做准备呢。陈华强啊，陈华强，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就这么一五一十的跟我爹说吗？不，现在我去说不好，他现在也不想见我，还是你去说吧。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